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有朋友說做杂粮馒头总是翻车，只有配高筋粉才能正常。咱们配其他面粉到底应该注意什么？这个视頻再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做雜糧饅頭的其他技巧和注意事項。首先，咱們做雜糧饅頭配面一般都是中筋粉和高筋粉，不會使用低筋粉，因為低筋粉沒有筋性，咱們和這個麵團和到一起呢，做出來的口感就比較差。假如咱們做好的饅頭想讓它口感更細膩，不至於拉嗓子，咱們就白面多一些。經常用的配面方式一般是3:2，也就是3份白面加2份雜面，不管是高筋粉還是中筋粉都適用。另外大家還要注意，咱們在和面這一塊一定要注意好水量，水呢不能偏多，正常的話就是1斤咱們加到250到255就可以了。如果說加多了，咱們這個面呢發好之後它就變得更軟，因為粗糧顆粒本身就粗，咱們加上一些白面之後，雖然有面筋，但是它支撐力呢還會變弱，所以咱們在和面的時候寧可稍微偏硬一點點，這樣咱們做出來的饅頭它就更加立體，不會趴下去。記得有朋友說過，剛開始做好之後的饅頭它的形狀還是比較漂亮的，蒸出來之後就全部像餅一樣趴下去了，就是因為這個問題，面和的有些偏軟，發酵之後呢它越蓬鬆越下墜。所以咱們做雜糧饅頭，除非是雜糧比較多，咱們可以稍微軟一點，咱們正常配白面的話就不需要那麼軟，這樣它才有立體感，做出來的饅頭呢光滑度也會比較好一些。另外還要說一下，如果面團和得偏軟，記得一定要加上乾粉繼續揉，直接加白面就可以了。如果不這樣操作，它的硬度上不來，咱們直接做就容易出問題。接着是和好的面團，假如咱們直接做，揉面的時間呢稍微長一點，盡量把它揉得越緊實越好。然後咱們直接做成型之後進行2次發酵，2次發酵的時間要延長，因為沒有經過1次發酵，它要完全發開需要更多的時間。如果時間不足，這時候蒸出來的饅頭就容易出現問題。再一個，咱們如果剛和好的面團用壓面機去壓，壓的時間不要太長，只要它表面光滑緊實，咱們就可以直接來做造型。假如壓的時間太長，因為咱們用的是白面粉，它的筋性過於緊張，咱們壓的時間越久，蒸出來的饅頭越容易開裂。因為面筋過於緊張，在蒸的時候呢，它膨脹比較迅速，它就會繃不住，就容易裂開。咱們再說一下關於1次發酵，因為很多朋友1次發酵總是控制不好。其實1次發酵，咱們只要注意好環境溫度，不要超過35度。這個狀態正常的發酵時間就是在40分鐘以內，這樣咱們發好的面揉面好揉，發酵也不容易過。到這裡咱們前面有什麼問題記得在下面提一下。這裡還要提醒一下新手，如果咱們不經常做發面的東西，咱們一定要經過1次發面然後再進行2次發面，這樣咱們做饅頭的成功率就會大大增加。什麼時候有經驗了，咱們再嘗試新的方法，這樣就會更穩妥。接下來要說的是關於揉饅頭，還是強調一點，每次按壓緊貼案板，這時候它另一面特別容易就能變光。大家可以看，咱們揉了沒幾下，它表面就是這樣，不需要過度的去浪費時間，因為本身是發面，咱們浪費的時間越長，第一個做好的就已經發好了，這個時間差就容易讓咱們做出來的饅頭出現各種問題，尤其是做這種粗糧饅頭，咱們揉的時間越長，它表面越不光。最後咱們要說的是關於冷水蒸饅頭，很多朋友冷水蒸饅頭總容易失敗，其實只需要調整火力就 OK 了。咱們開始用小火，先慢慢的讓它溫度上來，這樣它就有一個發酵的時間差。等鍋上氣之後，咱們再改成大火來蒸。只要咱們中途不開蓋，這種做法99%的成功率，大家可以嘗試一下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